中國8大菜系究竟是哪8個？到底誰才是王者？歡迎收看是非排行榜。提起中華美食，所有人都會脫口而出8大菜系，民間常年爭論不休。魯菜資歷最老，川菜國民度第一，粵菜名揚海外，淮揚菜坐鎮國宴。網上各派食客各執一詞，爭吵持續幾十年。有人說魯菜是菜系鼻祖，理應登頂；有人堅持川菜遍布大街小巷，才是大眾心中的王者。還有老饕認定粵菜兼容山海，代表中餐最高水準。想要分出勝負，首先要搞清楚8大菜系到底是哪8大，這個概念從何而來。所謂菜系，並不是簡單的地方小吃代表中餐最高水準，而是一方水土歷經千年，形成完整烹飪技法、口味體系、宴席文化的飲食流派。清初最先形成4大菜系：魯菜、川菜、粵菜、蘇菜。到上世紀80年代，學界正式提出8大菜系概念。90年代，中國烹飪詞典正式敲定名单：魯菜、川菜、粵菜、蘇菜、浙菜、閩菜、湘菜、徽菜。這套名單沿用至今。今天我們逐一盤點8大菜系的底蘊、特色、優勢與短板。最後，客觀回答一個所有人關心的問題：8大菜系裡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王者？第一位，魯菜，山東菜公認的菜系鼻祖。魯菜是8大菜系之中唯一的自發型菜系。早在春秋戰國，齊魯大地就形成完整飲食理念。孔子提出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，奠定中式飲食審美根基。明清2代，大量山東廚師進入宮廷，成為御膳主力。京菜、東北菜、華北諸多北方風味，全部深受魯菜影響。口味核心，鹹鮮為本，講究突出食材本味，極致看重火候與吊湯、清湯、奶湯2套制湯工藝，是魯菜不傳之秘。擅長爆、扒、燜、燒，刀法嚴謹，工序繁瑣。魯菜分為濟南菜、膠東、海鮮菜、孔府菜3大分支。經典菜品：蔥燒海參、九轉大腸、糖醋鯉魚、油燜大蝦、德州扒雞。優勢：歷史底蘊斷層領先，中式烹飪大量基礎技法源自魯菜。傳統廚師行業內長期認同魯菜8大菜系之首的地位。官府宴席傳統禮制宴席體系最為完善。短板是當下最大困境：菜品工序複雜，制作成本高，很難標準化、連鎖擴張。如今全國正宗魯菜館數量不多，大眾日常消費接觸機會有限，年輕人認知度持續走低。很多人只聽過名字，很少吃到正統魯菜。第二位，川菜，巴蜀風味，國民普及率天花板。很多人有誤區，川菜只有麻辣。真正的川菜講究一菜一格，百菜百味，記載的複合味型超過24種，麻辣只是其中分支。古代巴蜀本就上滋味好辛香，明末辣椒傳入之後，逐步形成如今大眾熟悉的風味。川菜分為上河幫蓉派、下河幫魚派、小河幫鹽幫派。川菜口味特點：清鮮醇濃並重，取材包容，上至山珍，下至尋常豆腐，皆可入菜。經典菜品：回鍋肉、麻婆豆腐、宮保雞丁、水煮牛肉、開水白菜。核心競爭力：極強的適配性與複製能力。川菜門檻靈活，既有高端宴席菜開水白菜，也有10幾元就能吃飽的家常菜。全國各大城市幾乎每一座縣城都能找到川菜館，火鍋、江湖菜持續出圈。短板：大眾形成刻板印象，認為川菜只有重辣重油，同時大量評價川菜館簡化工藝，地道傳統川菜的很多精妙技法慢慢被稀釋。第3位，粵菜，廣東菜，走向世界的中國名片。依托千年通商口岸優勢，粵菜是最早走向全球的中式菜系。海外華人街區、粵式茶餐廳、燒臘店是外國人對中餐最初的印象。粵菜最大的理念：食在廣州，不時不食，最大限度保留食材原生鮮味，講究清而不淡，鮮而不俗，嫩而不生，油而不膩。粵菜分為廣府菜、潮汕菜、客家菜3大流派，擅長海鮮、燒臘、老火靓湯、點心體系。
獨步天下。經典菜品：白切雞、脆皮燒鵝、清蒸石斑魚、烤乳豬、蝦餃、煲仔飯。優勢：海內外雙開花，高端商務宴請認可度極高，食材包容性極強，兼容中西烹飪思路，口味溫和，辣度低，適配全球各地食客。預製菜、點心、辣味產業鏈成熟。短板：正宗粵菜對食材新鮮度要求嚴苛，異地復刻難度高。大眾普遍覺得粵菜客單價偏高，日常高頻消費門檻高於川菜、湘菜。第4位，蔬菜，淮揚菜為核心，國宴指定菜系。很多人混淆蔬菜與淮揚菜。淮揚菜是蔬菜的核心支柱。蔬菜誕生於富庶江南、揚州、淮安，自古商賈雲集，文人薈萃，菜品追求雅致均衡。新中國多次重大國宴，主菜均選用淮揚菜，風味特徵清鮮、平和、鹹甜適中，刀工堪稱8大菜系天花板。文思豆腐將豆腐切成髮絲，代表極致功底，擅長河湖水產，燜燉工藝爐火純青。分支：淮揚菜、金陵菜、蘇西菜、徐海菜。經典菜品：蟹粉、獅子頭、大煮乾絲、松鼠桂魚、軟兜長魚、水晶肴肉。優勢：宴席美學，刀工技藝獨一檔，口味中庸，不偏激，老少皆宜，官方大型宴會首選。短板：口味清淡柔和，記憶點不強，菜品制作耗時，連鎖化擴張速度落後川湘粵。第5位，浙菜，江南詩意，時令至上。浙菜扎根浙江水鄉，由杭州菜、寧波菜、紹興菜、溫州菜共同組成，和蘇菜同屬江南風味，但風格區分明顯。蘇菜偏大氣宴席，浙菜更兼具市井煙火與山水靈氣，風味清鮮脆嫩，注重順應四季時令。杭州菜淡雅，寧波菜鹹鮮，擅長海鮮，紹興菜酒香濃郁。浙菜經典菜品：西湖醋魚、龍井蝦仁、東坡肉、宋嫂魚羹、叫花雞。優勢：文旅賦能極強，依托杭州、西湖等城市 IP， 自帶傳播熱度，菜品顏值高，適合短視頻傳播。短板：菜系內部風味分散，沒有形成統一強標籤，外地連鎖門店數量有限，出圈單品少於其他頭部菜系。第6位，閩菜，山海相逢，湯菜之王。閩菜以福州菜為根基，融合閩南、閩西客家風味。福建依山傍海，海鮮資源豐富，閩菜獨樹一幟的2大特色：善制湯，巧用紅糟。民間俗語無湯不成席，湯品體系是閩菜核心競爭力。經典菜品：佛跳牆、荔枝肉、雞湯湍、海蚌、海蠣煎。優勢：湯品文化獨一無二，發酵紅糟，風味辨識度極高，高端宴席代表佛跳牆知名度享譽全國。短板非常突出，核心名菜食材昂貴，制作周期漫長，很難日常化。海鮮依賴本地貨源，異地很難還原正宗口感。走出東南沿海之後，普及度偏低。第7位，湘菜，湖南菜，下飯第一菜系。很多人分不清湘菜和川菜，川菜是麻辣，湘菜是香辣、酸辣。辣椒激發食材本身鮮香，重油重色，擅長燻辣食材。近代湖湘文化興盛，湘菜也隨之向外擴散。3大分支：湘江流域、洞庭湖區、湘西山區。經典菜品：剁椒魚頭、辣椒炒肉、毛氏紅燒肉、東安子雞、辣味河蒸。優勢：下飯屬性拉滿，適配大眾日常快餐。最近10年連鎖擴張速度迅猛，口味衝擊力強，短視頻傳播熱度持續走高。短板：口味偏重辛辣，受眾存在明顯門槛，高端宴席體系薄弱，長期被貼上家常菜、土菜標籤，高端商務場景存在感不足。第8位，徽菜，古徽州味道，山野菜系代表。注意，徽菜不等於現在整個安徽菜肴，源頭是古徽州，也就是今天黃山、績溪一帶。徽商走遍天下，把徽菜帶到各地。徽菜3大標籤：重油、重色、重火功，多選用山珍、乾貨，擅長長時間燒燉、發酵食材。
經典菜品臭鳜魚、毛豆腐、火腿燉甲魚，一品鍋。優勢：發酵風味辨識度極強，山野食材特色無可替代。短板：八大菜系之中受众最窄，發酵食材接受2级分化，除長三角本地之外，正宗徽菜馆十分稀少，規模化發展受限。盤點完八大菜系全貌，回到所有人最關心的終極問題，到底誰是八大菜系的王者？這裡必須先說一個關鍵事實，不存在官方排名，評判標準不同，第一名完全不一樣。我們可以設立4個主流評判維度，客觀橫向對比。第一套標準：歷史底蘊、烹飪源流、傳統行業地位。勝者魯菜，作為最早成型的自發型菜系，影響整個北方飲食體系。明清宮廷菜根基，傳統廚師行業公認的菜系之首。但優勢停留在歷史層面，放到當下餐飲市場，魯菜現代化、連鎖化進度明顯滯後。第二套標準：國民普及度、門店數量、大眾消費規模。勝者川菜，從1線城市到偏遠縣城，川菜館無處不在，口味包容，高低價位全覆蓋，家常菜、火鍋、宴席菜全面開花。論普通人日常接觸頻率，沒有菜系可以和川菜抗衡。但也要客觀看待，普及度高不等於技法，高端宴席體系最強。第三套標準：國際影響力、海外傳播廣度。勝者粵菜，100餘年來，粵籍華僑走向全球。粵式早茶、燒臘、點心成為海外認知度最高的中餐，口味溫和，沒有強烈辣度限制，適配全球不同族群飲食習慣。第4套標準：正式國式宴席、高端筵席綜合適配能力。勝者蔬菜，口味中正平和，不油不辣，造型精緻，兼顧視覺口感，幾十年持續，作為國宴核心菜系。看到這裡，大家就能明白，沒有一套標準可以選出絕對唯一的王者。如果偏愛厚重歷史，推崇傳統烹飪根基，魯菜當之無愧。如果你追求日常煙火，隨處可尋的舌尖滋味，川菜是普通人的首選。如果你看重走向世界，兼容多元口味，粵菜優勢無可替代。如果你看重宴席美學，中庸雅致的風味，淮揚蔬菜更勝一籌。網上常年互相爭論誰第一，本質上是大家評判標準各不相同。很多網友容易陷入一個誤區，用自己家鄉的口味去定義中餐的上限。有人不喜清淡，便貶低粵菜、蘇菜；有人不吃辣，全盤否定川菜、湘菜。這恰恰誤解了八大菜系存在的意義。八大菜系能夠並肩流傳100年，核心在於和而不同。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風味，每一套菜系都是當地人千百年來適應氣候、利用物產形成的生存智慧。放到當下時代，菜系格局還在持續變化。近些年，湘菜持續擴張，贛菜、潮汕菜、雲南菜等地方風味快速崛起，不斷衝擊傳統八大菜系的格局。餐飲市場不斷迭代，標準化連鎖、預制菜、融合菜持續改變大家的飲食習慣。傳統八大菜系不再是一成不變的榜單。所謂王者，從來沒有固定答案。中餐最迷人的地方，從來不是分出高低、決出第一，不是魯菜碾壓川菜，也不是粵菜勝過蘇菜。真正的底氣是廣袤國土之上，百里不同風，千里不同味。適合自己味蕾的，就是你心中最好的菜系。那麼屏幕前的你，吃過八大菜系裡多少種？在你心中，八大菜系誰才是第一名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